李姐，柱子边那位站了半小时了，主管说看着眼生，让留意。先生，需要酒水单吗？调杯废墟玫瑰。酒单上没有这款。现在有了，你调。好。您的废墟玫瑰。抱歉，清洗费我。苏黎，我这个衬衫 Loro Pina 定制私人编号，账单助理会发的。下次站稳。谁？你爸苏大强认识吧？他不住这儿。知道不住这儿，但他欠的钱，负债女偿，天经地义。开门。他欠多少跟我没关系，法律上我没有偿还义务。苏小姐，别跟我们讲法律，我们讲的是规矩。你们想干什么？私闯民宅，我可以报警。报啊！你看警察来了，是先处理我们，还是先帮你找你那不知道死哪儿的爹？哟，还是苹果的，看来是真挣钱。3天40万，我没钱，拿不出来，我们天天来。彪哥，跟他废什么话？这屋里东西，我看也能抵点。东西你们动一下，我立刻报警。钱我没有，3天我也变不出来。行，有骨气。3天后这个点儿，我们再来，想想办法，借也好，卖也罢，我们只要钱。苏黎小姐吗？我是顾晨舟先生的助理，姓陈，冒昧拜访，有一些文件需要您过目。什么事儿？苏小姐，晚上好。放心，这是顾先生让我转交给您的。苏小姐，什么合约？账单我已经收到了。与账单无关。顾先生很欣赏您昨天的表现，他认为您能为他提供一项特殊的服务。什么服务？具体内容合约里面有详细的说明，是否签署，决定权在您。再见，苏小姐。真是一份不错的合约。私人调酒顾问，时薪5000，报酬优先抵扣赔偿款。算了，至少把眼前的窟窿补上。欢迎您，苏小姐，请进。顾先生马上就来，稍等。好，谢谢。连波士顿摇酒壶都是预冷的，准备的这么充分，看来不是临时起意。我居然泼了风头黑马一身酒，我这运气真是绝了。等久了。刚到。合约看了。签了。调一杯适合今晚的酒。没有指定，那您只能承担盲盒的风险。试试看。
你不好奇我为什么找你？合约里没写甲方有义务解释动机。知道我身份了。刚看到一点财经新闻。所以现在是风头黑马顾辰舟，不是蹭眼边缘人了。对我来说，现在您是我的雇主和债处人，身份标签不影响我履约。很好，下周的协助也需要你保持这个状态。一场私人品鉴会，我需要一个专业、冷静，而且不像我下属的人。合约里只写了周3的私人服务，下周的协助是……到时你会知道。司机在外面。对了，那杯酒叫什么名字？夜路。夜路，不错。顾总，您可算来了，就等您了。这位是我的调酒师苏怡，这位是宏盛地产的周总。周总，调酒师，顾总好雅兴，谈事儿还自带氛围组，请坐，请坐。顾总，咱们开门见山，西区那个旧改项目，我诚意很足，但您开的条件还得再谈谈。要不咱们玩个小游戏助兴？想怎么玩？这位是安德森，去年世界鸡尾酒大赛的冠军，我重金请来的，敢不敢接？对面那个项目，我势在必得，赌注是我的事，但你如果上场赢了，你欠我的86000一笔勾销。规则爽快，规则简单，比试3轮，2层讨酒，1轮盲品，每轮10分，3战2胜，公平吧 No problem， 小姐，你可以吗？我需要5分钟熟悉一下这里的工具和酒款。去吧。顾总，您这位调酒师很有信心。周总，我从来只对值得下注的人有信心。根据评委投票结果，苏黎小姐胜。啊，等等，顾总，您这位调酒师安德森先生好像有些不同的看法。他这杯分层废墟鸡尾酒使用的分层技术是我去年在迈阿密的研讨会上第一个展示，他这就是抄袭。你说我抄袭？你说我抄袭你的分层技术和废墟表达概念？是，我的创意，有证据。行，那咱们当场验验，这创意到底是谁的？麻烦给我一套干净工具，还有他刚才用的所有酒和配料要一模一样的。你说你的核心是用碎屑表达破碎，用分层表达坍塌，对吧？对。那你试过用竹炭饼干屑吗？颜色更像灰，或者糖霜混坚果碎，口感更糟。一个做酒的人，自己走过哪些弯路，掉过哪些坑，心里应该门儿清。我不光清楚你掉过的坑，我更清楚我自己是怎么一步一步从坑里爬上来的。我现场做一杯你安德森先生在迈阿密秀过的正版的废墟酒，请各位，尤其是你本人看好了。这2杯都叫废墟，一杯是你的路子，一杯是我的想法。现在请你告诉大家，我这杯有哪一点是照搬了你的？你的废墟是让人看灰烬，提醒他们这完蛋了。我的废墟是让人看倒塌的那一瞬间，然后问问他们，废墟底下是不是还有没脏的东西，还清亮着。顾总，您的人厉害，我认输。条件按您说的办。终于结束了，精彩。分内之事，顾总，我的债务是否如约勾销？当然，助理明天会发你结枪确认函。匿名投资，太虚了，远水救不了近火。现成的跳板就在眼前，86000的债清了，可私人顾问这层关系是条现成的线。得抓住，让它变得有用。
顾先生，真巧。常来。偶尔图个清静。对了，上次那杯夜露，您后来觉得回甘怎么样？我调整了一点橙皮苦参的比例，比之前更绵长。你改了什么？减了糖浆，用橙皮苦精的微苦来带出蜂蜜的甜，后劲会更干净。下次试试。周三我可能晚点到。好，我等你。顾总、周总，您的威士忌。这酒味儿是不是淡了？没醒好。这款高原青龙18年，酒体壮，开久了花果香会跑在前面，但烟熏和海洋的底子还在。您再晃一下杯子，等等中团的味道。哟，苏小姐，这么巧，顾总，您这调酒师还懂威士忌？碰上了。坐，给周总讲讲，省得他以为我这酒不行。周总，这酒产自苏格兰一个岛上，常年刮海风。它的烟熏味很特别，像海边礁石上海草晒干的味道，带点咸。刚才觉得前味淡，正常。它像人，得接触地会儿空气，内里的劲儿才慢慢出来。您尝尝看，现在是不是不一样了？健身房巧，这儿也巧。苏黎，你最近出现的频率有点高。职业病犯了，看人误会好久，没忍住。要是给您添麻烦了，我道歉。你这职业病犯的挺是时候，刚巧在我需要有人递个话头缓和气氛的时候。是，我承认，我看到您和周总了，也看出气氛有点僵。价值我看见了，胆子也挺大。周末有个晚宴，来些长辈和旧交，缺个懂酒能聊几句，看着清爽不招摇的女伴。时薪按老规矩，双倍，来吗？时间、地点、穿什么？明天助理发你，记住，多看少说。苏小姐是陈州的合作顾问，真是年轻有为。不知苏小姐的父母是做什么的，能培养出这样落落大方的女儿，想必很不一般。伯母过奖了，我家很普通，父母都是勤恳工作的普通人，能走到今天，主要靠个人努力和机遇。苏小姐真谦虚，不过也是，现在这个时代，出身不代表一切，个人能力确实重要。陈征哥，你说是吧？就像酒，有些酒出身名庄，但若自己没底蕴，开瓶即散。人也一样。哦，苏小姐对葡萄酒也有研究，说说看，这酒如何？顾伯伯，献丑了。这款酒，如果我没猜错，应是来自波尔多左岸，以赤沙加为主导的混酿，是款好酒，与今晚的烤牛肉很搭。说得不错，这正是16年的蓝图副榜。没想到苏小姐不仅懂烈酒，对葡萄酒也如此在行。年轻人有这份功底和品味，难得。苏小姐果然懂得多，这酒是我们林家特意为今晚宴会提供的，能入顾伯伯和陈州哥的眼就好。顾伯伯，请恕我冒昧，我好像在最后那点回味里抓到一丝不常见的类似亲梗的身份风格。当然，我的感觉仍未必准确，这不太像拉图夫袍，意料不同教制酒也并非没有可能，毕竟市面上以次充好的情况并不罕见。你胡说什么？这酒是我们家直接从可靠渠道。苏小姐，话可不能乱说。品酒感受因人而异，或许是你太敏感了。是不是敏感查一下便知。爸，我记得酒窖里还有几瓶同批次的，不如让人取来现场对比一下，或者联系一下酒商。林家提供的酒如果真有问题，可不是小事。去，按陈都说的，取酒对比，再让人去查这批酒的来源凭证。是。你在利用我。彼此彼此，你需要一个完美的挡箭牌来应付家里的安排和今晚这种无聊的试探，而我需要一个足够高、足够稳的跳板，去触碰我原本够不到的资源。今晚我已经证明了，我这个挡箭牌不仅不会给你丢脸，必要时还能变成一把伤敌不伤己的刀。顾总，我们的私人顾问合约要不要升级一下？升级？怎么个升法？
明面上我还是你的顾问，私下里我可以配合你需要的一切场合，作为交换，报酬照旧。另外，有机会的时候，你帮我搭个桥，指条路，至少别拦着我的道。各取所需，两不相欠。合作吗，顾总？看看，战略合作和形象伴侣协议，1年期。乙方有义务配合甲方必要的肢体接触，以维持伴侣形象真实性。这个必要的范围需要写清楚点。公开场合牵手、玩手臂，特殊时候可能需要更近一点，但都会提前和你沟通。协议里写了，所有接触只为做样子，不能过线。报酬分基本和奖金，清楚，保密很严。1年到期自动结束，没有优先续约，可以干净利落。有问题现在提，签了可就不能反悔了。我没有问题，笔呢？你的那份收好，第一次合作明天开始。明天？不用一口气看完，提前消化，谈判时才跟得上你的节奏。这么拼。出什么事了？本地新闻：拉特德酒庄被曝造假，好几家餐厅和一个有名的酒评人说，他们收到的酒和当初尝的样品差远了，怀疑酒庄用便宜货充数。可能。昨天我们尝的桶边酒味道很正，而且让皮埃尔那个人不可貌相。更重要的是，这个消息如果坐实，周资本已经谈好的注资条款会全部作废，前期竟要投入打水漂，还会背上经调查失职的名声。顾总，新闻看到了吧？欧洲分公司电话快炸了，几个本来要跟投的都说要再想想。更麻烦的是，让皮尔先生半小时前找您，说被供应商和几个家里亲戚堵在酒庄了，情况很不好。让法务和公关团队1小时内给我方案。还有，想办法联系上那个发话的酒评人，我要直接跟他谈。等等，新闻里是不是说有问题的都是已经送到客户手上的瓶装酒，但从酒庄直接拿出来的样品没问题？是的，投诉的都是发出去的成品。那问题可能不在酿的时候，而在运出去之后。顾总，昨天我留意到拉图尔的装瓶线很旧，可他们今年为了省钱，把存酒和长途运输包给了一家新的物流公司。具体点。太热，路上颠得厉害，仓库太潮，都会伤酒，特别是好酒更娇气。如果物流公司为了省钱，用没温控的普通货车，或者在中转仓库里被高温焖过，酒就可能熟坏了，味道变得又闷又怪，很容易让人以为是掺了便宜酒。要验证不难，现在马上去酒庄，从同一批还没发出去的酒里随机抽几瓶，再让皮埃尔找出同一批酒装瓶前留的样品。如果库存酒和样品味道一样，但跟市场上出问题的那批不一样，就证明是出厂后运坏了。照他说的做，联系亮皮尔，说我们1小时后到，让他备好同批次的样品和库存酒，还有挖那家物流公司的底，所有运输记录、仓库条件，越快越好。明白。你有几成把握？7成。但这是现在唯一能马上验证还有机会翻盘的路子，赌不赌？我签你，不就是用来应对这种局面的吗？走。Merci, merci. Vous les deux pavés. 哎，顾先生，我得向您和您搭档道歉。
我差点因为自己太固执，毁了一个100年酒庄的名声。贝榔头先生是行家，对酒要求高，能理解。但您这位兔二苏小姐，她用最直接的办法把我们都说服了。简单的对比测试，一边是好好存的酒，一边是照着坏条件焖过的酒，结果跟他预料的一模一样。高温真能把好酒给毁了，而他2小时里挖出来的物流公司那些猫腻和温度记录，这可不只是会品酒了。他总有点意外之喜。苏小姐，你不光是证明了我们没造假，你更是把藏在自家门里的老鼠揪出来了，保住了我们的根。让伊皮埃尔先生，真的假不了，我只是把真的那一面摆到大家眼前。这个，请你一定收下。拉图利酒庄未来3年在亚洲的独家推广和高端代理，我希望交给你来做。谢谢您信任，这对我比什么感谢都重。我会尽快做一份详细的合作方案出来。苏小姐，期待在亚洲也能喝到你挑的好酒。今天我受教了。您太客气了，是拉图尔自己的酒够好，才经得起这么宴。3年独家代理，开局打得不错。小林，听说你现在是顾总身边的红人，凭咱俩以前的关系，能不能稍微透点风？顾总接下来看好哪块？新能源还是 AI？ 他的投资方向，我这种小角色哪能知道？我们就是简单的雇佣关系。别瞒我了，林薇小姐发话了，只要你肯给点有价值的信息，后面好处绝对少不了你的，比你那点工资强100倍。真的这么说？千真万确。这些对你来说不就是听一耳朵的事儿？顾总最近确实提过几次医疗和环保的结合点，还有周总，他们好像不只是西区项目，在别的地方也有共同出资的打算。这些有用吗？有用，太有用了，还是你靠谱，我这就去跟林小姐汇报。我不确定准不准，你自己判断。我还有事，先走了。好好，你忙，单我买，下次再约。林薇买通了我前男友，想套西区项目的底价，这是录音。顺便我为了他们点会跑偏的假情报。要多少奖金？这次不要钱，我要普星酒店未来3年的酒水独家。一段录音换3年独家，苏黎，你胃口太大了。这是能让林家闭嘴的死穴，也是我替你排雷的投名状。你拿把柄，我上盘桌。顾总，这笔账你不亏。供应权可以谈，但不是3年白送。第1年独家试用，我要看到你的选品、运营和控本能力达标，续第2年，标准我来定。成交。陈柱，明早你一份普炫酒水试运营协议，下午3点让苏小姐来签字。苏黎，下次有这种事直接交给我。交给你是求庇护，我自己解决更痛快。第7层跳转，出口节点镜像，我看你还能藏去哪儿？顾晨舟，现在我要见你。周资本大厦顶层，你的私人办公室，就现在。3层跳板，最终出口在你的云顶别墅。废墟计划的匿名投资人是你。什么时候查到的？在蒲轩合同准备落地，我必须排查所有隐患的时候，以你的身份光明正大投不行吗？光明正大。如果协议上写着我的名字，那时候的你会要吗？你会觉得那是好心，还是另一副拴住你的镣铐？所以你就躲在暗处，像看戏一样看着我。我投的是项目本身，不被我们的私人关系干扰，你能就事论事。那就一码归一码，把投资和我们的协议彻底剥离。如果你做不到，我可以启动回购，哪怕脱层皮，我也绝不欠你。可以，我答应你。希望顾总说到做到。小林，你来尝一下这个。酸死了！
这是新品吗？坏了，我的舌头出问题了。今晚该发新品进度报告了。得晚几天才能发布了。为什么？我的味觉出问题了，我尝任何东西都没有味道。把你位置发我，我来接你去个地方。好。不怕我把你的投资彻底搞砸？投资哪有稳赚的？我有准备，但合伙人出了事却不明白原因，那是我在意的。可能是最近太着急了，缓一缓可能就好了。但普轩的新品缓不了呀。所以我才带你来这儿。我们到了。沈老，打扰了。坐，这位就是你说的舌头被自己束缚住的那位？是的，就是他。来，尝尝有什么不同。第一杯水挺软的，第二杯有点隐约的矿物感。再试试这个。第一个是精致海盐，但咸度太平，缺乏层次。第二个很苦，是苦瓜子磨成了粉。丫头，这就是你的问题所在。你尝酒的时候，脑子想的是它该是什么味儿，够不够特别。你太想证明自己，太想压人一头，太想赢了呀。你的问题在于你的内心。大家退后，不要靠近。这里很危险，你先到安全区域。为什么会这样？初步判断，起火点在后面的原料储存间，用了助燃剂，人为的可能性很大。可惜里面的设备还有那些笔记本全烧光了。我们尽量抢出来一些残骸，但基本没法用了。幸好是深夜，没人值班。隔壁邻居发现的早，报了警。我们已经提取了现场痕迹，剩下的交给警方了。苏小姐，我们需要和你详细了解一下情况，最近有没有和人结怨，或者有没有人表现出对酒厂的异常关注？我会全力配合调查，所有的采购清单、人员记录、进监控我都会整理出来。火灾的事儿，别一个人扛。有时候，承认自己需要退一步，不是认输。我不是怕输，我是怕连最初为什么建这个酒厂都忘了，真可笑。睡吧，陆海城。查清楚了，是有人故意放的，用了酒精助燃。监控拍到凌晨有辆无牌面包车在附近晃，但跟丢了。我们的人在墙根捡到个定制打火机，沾了半个指纹，底下还刻了个林家的印记。这个徽记是林氏家族一个旁支子弟的私人物品。这位子弟前段时间因为争风吃醋和林薇小姐有过公开冲突，但最近账户上多了一笔来源不明的款项，数额不小。林薇，他也就这点手段，把打火机的溯源链、资金流水，还有那个旁支子弟近期所有与林薇或他身边人的接触记录全部挖出来做扎实。明白，我马上让人继续补证据链，联系我们在经侦和媒体的人，准备材料。是，还有苏小姐那边，全力配合。另外，以我个人名义给林氏家主递个话，24小时内给我一个满意的交代，否则我不介意让林家那点见不得光的生意和这个纵火案一起上明天财经版和社会版的头条。对，基础型号先送过来，调试我自己做，账期按我们邮件确认的。好，谢谢。放火的是林家一个不成器的旁支，收了钱是林薇指使的，证据链完整，移交警方或私下处理都可以。我跟林家老头谈了，他认赔，承袭两家高端商超全年的酒水份额，外加一笔够你重建和弥补损失的钱，协议在这儿，签了字就是你的。你做了什么？做了该做的事。他们动了不该动的人，砸了不该砸的东西，就要付出代价。苏黎，这个世界有时候很简单，
你退一步不会海阔天空，只会让人觉得你好欺负。这个人情我先欠下，份额和钱是我应得的赔偿和战利品。顾晨舟，谢谢，还有，对不起。快点重新站起来，废墟计划的第一场活动我还等着看。另外，你那句谢谢我收下了。苏小姐，按您的要求，下周进场安装。这批定制的小型蒸馏器和发酵罐，价格可以按合同价，但时间我得卡顶。明白，全是好东西啊。不然怎么对得起林家赔来的这些？难得你约我。第一杯，谢你。为之前的事，谢礼3天前你已经给过了。那是谢你出手，这比任何安慰都实在。第二件事，这份协议，我希望能再续1年。给我个理由，你似乎不再那么需要他了。是，我现在是不用靠他救命了，因为这份协议我获益很多，这是理性层面的原因。至于非理性层面，我好像有你在旁边，我觉得不算坏。不算坏，这评价可真够高的。你知道，这大概算是最高赞誉了。新地方什么时候能弄好？最快2个月。你尝尝我用新设备、新思路试的第一批红酒。好，我等着。庆祝一下，为了新的合作协议和你的新起点。为了新起点。林家的婚事黄了，成家立业，家不成，业再大，在有些人眼里也是不跟浮萍。爸，我的事儿我心里有数。外面已经开始有闲话了，说你那个形影不离的苏小姐，也不过是……她是我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不是你们想的那。下个月你奶奶80大寿，要么带女朋友回来，要么寿宴后安排你去见李部长的女儿，你选。不用安排，寿宴我会带人回去。苏黎，我们会正式订婚，不是应付，是认真的，但我们需要时间准备。好，我就信你这一次。订婚的事儿你们自己张罗，但别出岔子，丢不起这个人。情况就是这样，作为交换，你可以提条件，现金资源或者项目上的便利。假订婚，顾总，你这出戏成本可不低，我配合你演，等于把我的名字款在顾家这艘大船上，风吹草动我先失鞋。所以你的条件？废墟计划自己干没问题，但到底势单力薄，里面的技术支持、法务顾问、参加你们的渠道对接会，还有下一轮融资，我要优先被推荐。胃口不小，孵化器有严格的评估标准，我不能为你破例。不用你破例，按正常流程申请评估，我只要一个公平入场的机会和你的一句话，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这个条件换我陪你演1年恩爱未婚夫妻，应付你家各路神仙，顺便替你挡掉所有李部长女儿之类的麻烦，很划算，不是吗？成交。陈助理会和你对接。合作愉快，未婚夫。合作愉快，未婚妻。顾先生，这枚戒指看起来很有故事啊。是顾家祖传的，我母亲教给我的。也许它不够时髦，但希望你喜欢。祖传戒指，这戏做得太足了。亲一个！礼成，祝福顾晨舟先生、苏黎小姐。这款酒的葡萄果实来自于我们自己的葡萄园，每一颗都经过了精心的筛选。我的肚子好痛！各位，请保持冷静，待在原地，不要慌乱走动，避免碰撞。李太太，看着我，除了腹痛，有没有胸闷、头晕、视力模糊？立刻打120，说清楚地址。多人突发急性腹痛、呕吐，疑似中毒，需要多辆救护车。救护车马上到，警察我也联系了。酒有问题，所有开过酒瓶杯子，包括垃圾桶，必须立刻封存。戴手套，用干净的密封袋。李太太，医生马上到，坚持住。警方结论是针对性投毒，监控拍到个伪装成清洁过的人动的手在追，这事我来处理。3小时，负面消息会撤，合作方我去谈。不，现在不是硬撑的时候，舆论能淹死人的。你压下去，就等于坐实了我们心里有鬼，以后永远洗不干净。那你打算怎么做？
等着被口水淹死，看着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东西垮掉。我刚拿到了地方对全部库存原料和成品的检测报告，结果全绿。我打算连这个带警方的初步结论一起公开，开记者会直播。想清楚了，你知道这等于把自己和废墟计划再次推到风口浪尖。想清楚了，这次让我自己来。需要什么？借我一个厉害的公关，帮我盯流程。还有，在我开记者上前，别动舆论，让子弹飞一会儿。好，按你的方式来。联系林顾问，让他全力陪苏小姐。谢谢。苏黎，加油！满屏都是黑粉，10万人等着看你笑话。记住，只抛证据，别带情绪。这不是事故，是谋杀。警方报告已证实，基酒被掺入工业清洁剂，针对性投毒。我自费的3方检测证明，所有库存全部合格。有人想用一条人命毁掉废墟计划，因此我不会只做澄清。我宣布成立调酒师行业安全联盟，原料共享，操作透明，以及为所有被恶意陷害的同行提供法律援助。舆论彻底逆转了，热搜第一！你刚才那个眼神绝了。风波只是落幕，新英的战场才刚刚开始呢。苏小姐，就是这块地了。你要找的耐寒实验葡萄品种，就这片长势最拔尖，夏天绿油油好看，冬天就只剩藤干了。冬天的藤干和根系状态比枝叶更有研究价值。陈叔，麻烦帮我分区域取点土壤，再捡几只不同位置的枝条样本。没问题，你们就在这边慢慢看。我去后背山坡取样更准，不过天要变了，千万别往背营山坳走。前几天下大雪，山体松得很。差不多了，该回了。雪奔，走！那边躲进去。老陈，暂时出不去，通信也断了，希望老陈没事，也希望他能尽快带人找过来。受伤没？没有，你呢？没事。这样不行，你的体温在流失，还撑得住，保存体力，等救援。等不到天亮，你就会没有别的能源。唯一的办法是共享体温，这是极端情况下的标准生存策略，也是医疗上的必要措施。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苏里，和我们在彗星 T 市里签任何一份协议没有本质区别。顾晨舟，我讨厌变量，讨厌一切无法掌控的东西，但更讨厌的是自欺欺人。苏丽，你清楚你在做什么吗？再清楚不过，协议里没写这条。顾总，要加价吗？顾总，穆小姐，救援到了。顾总，苏小姐，老天保佑，你们没事吧？没事，辛苦。苏黎冻坏了，腿有些软，让医疗贝马上接手。
谢谢大家今天过来。第一件事是再次感谢救援队的专业和努力，我和顾总已经没事了。回来养伤这几天，我也拜读了不少大作，比如《雪山定情》，顾总舍命护红颜，绝境见证；订婚后首度共患难，写的都挺精彩。经过这一遭，我们不只是订婚协议上的合伙人，更是真正能把命交到对方手里的人。但比起讨论感情，我们之间那种绝对的信任和托底的能力被验证了。苏小姐，这是否意味着商业合作会因感情升温而更紧密？这个问题很好。平衡的方式就是创造更大的共同事业。废墟计划的全新高定系列《雪线之上》即将发布，1周后正式发布会。所以，谢谢所有关心我们感情进展的朋友。但比起这个，我更期待1周后，请大家来品品我们从那座山上带回来的到底是什么滋味。恋人、战友、合伙人，分得清也摆得正。他总是知道在什么时候把什么东西放在最重要的位置。预定《雪线之上》首拍发售量的50%。另外，联系铺轩那边，新品发布体验会的所有流程和标准，按最高规格配合苏瑶，他需要什么就给什么。是。这样就好。感情是变量，但事业是握在手里的船。看到几本关于高山生态和稀有葡萄品种培育的书，觉得你可能会感兴趣。谢谢，正好雪线之上下一批的改良方向可能需要这个。离深的庆功宴就设在家里，外面太吵，而且最大的功臣不该先私下犒劳一下吗？离生能这么快站稳，首月数据破纪录，离不开你定的那60%份额和普轩的全力推流。顾总，谢了。是你自己的产品能打，故事也讲得好。顾晨愁，我们结婚吧。不是假订婚的延续，是真领证，真结婚。我仔细权衡过，第一，你家催婚的压力没解除，一个未婚妻的名头缓冲期快用完了。第二，离生势头正好，但根基还不算铁板一颗，结婚是最直接最省事儿的方法。第三，雪山那晚，我们俩是这世上最知道对方底线，也最能扛得住彼此黑暗面的人。婚姻那张纸捆绑的深度和要担的风险，别的协议都比不了。对我们这种人来说，这种绑定利远大于弊。这就是你权衡利弊后的最优解，用婚姻来巩固商业联盟，对抗风险，顺便解决家庭压力。是，这是目前的最优解。当然，风险也有，感情用事会坏事，离婚会伤钱伤名声。所以，我们需要一份更细更狠的婚前协议，把感情生变、事业分叉、离婚怎么分家、怎么对外说，全都定死，把风险也锁进条款里。苏黎，有时候我真怀疑你这里是不是也装着一套精密算法？或许吧。但正是这套算法让我走到你面前，也让我觉得这个提议值得你考虑。协议可以签，甚至可以按照你的要求签得滴水不漏，但我有一个条件。你说？既然是真结婚，就不能做表面功夫。除了法律和协议在所有人面前，包括必要时在彼此面前，我们需要真正进入伴侣的角色，不再有山洞那一夜只是意外的说法。好，我接受。那么，合作愉快。合作愉快。两位，核心资产已经切割完毕，现在只剩忠诚条款及违约后果。常规的经济惩罚太俗气，苏总有什么高见？保留条款，但过错方不仅要净身出户，还要自动放弃婚姻存续期间。很公平，加上第三方资金监管备选方案，我同意。协议正式生效，祝二位新婚快乐。合作愉快，顾先生。卧室在左边，衣帽间和浴室都准备好了，缺什么，明天让助理补齐。好，那晚安。
顾晨舟，你这是唱的哪一出？站在那里干什么？过来吃。你平时连微波炉都不用，还有，你对花粉过敏。洋甘菊的花语是绝境中的隐忍，我觉得很配你。财务灌管、空间划分、社交界限，连冰箱哪层放谁的牛奶都写清了。顾总看看。苏总，你这是把过日子当成项目管理，连标准流程都做好了。跟管公司一个道理，有要改的吗？条款没毛病，但是漏了最重要的一项 KPI。什么 KPI？ 利益分配已经写到小数点后2位了。感情投入度考核，比如每季度列明复评一下同居体验，年底再复盘，这婚姻项目是增值了还是亏得血本无归？顾总，感情没法打分，划好线，别越界，签不签？签。不过苏黎，再密的合同也管不住意外。晚上有应酬，别等我。早，你今天没去公司？今天公司没什么事，来，是你喜欢的全熟。不用了，协议里写了早餐自己解决。没事，食材是现成的，尝尝阿姨调的油醋汁。行，很好吃，谢谢。你喜欢就好。我回来了。这是什么？凑巧路过一家新开的蛋糕店，顺便给你带的伯爵茶千藤。谢谢。多少钱？我转你。不用，当是提前给你的庆祝吧。敬。我顺便热了点牛奶，千层也顺便分你一点。那我也顺便谢谢下你的顺便。云线的问题很明显，设备旧，产品线乱。我的解决方案是全部翻新，重新开发高端品牌。听你这么说，你是已经有了详细的计划？对，我打算做一个全新的高端品牌，名叫东方产艺。具体的细节安排，我刚刚已经发给了陈助理。就按照他的计划来安排。好的，我这就去办。我打算创个基金会，名叫黎州资本，用来管理这些项目。这个名字会让其他人的目光聚焦在我们的关系，而不是项目本身。没关系，刚开始他们确实会这样，当他们看到你的成绩后，只会惊叹你的天赋。顾总、苏总，厉害呀！短短时间，云燕的估值就翻了3倍。这还得多谢王总和大家的支持呀。苏总，我敬您一杯，我干了，您随意。苏小姐今天喝不少了，李总，这杯我敬您。顾总心疼老婆，理解理解，两位真是锦上添花呀。听别人这样说，你好像很开心。这是合约里的内容。当然，确实感觉挺不错的。这房子冷冰冰的，缺了点人气。我过来住段时间，帮你们打点打点。小林啊，你这身平时在家也穿这么正式，陈州没给你置办些舒服点的家常衣服？妈，这样穿方便工作，而且很舒服。你现在是顾家的媳妇儿，有些场面上的功夫该学起来了。查到四王太太插花杀好老师要去露个脸，下个月陈家的寿宴，礼服和礼仪都得抓紧准备。好，听您安排。妈，您先休息，我下午还有个视频会议。去吧去吧，工作要紧，但也别太累。女人啊，终究还是要以家庭为重。这么晚不睡？有个数据想确认一下。云店下一批基酒的发酵变量测试。白天没时间，只能晚上弄。所以白天当合格贵妇，晚上当拼命三郎。苏黎，你是铁打的。我应付得来。实验室不错，但通风差了点。明天我让人来装个排气扇。
刘太太家的品酒会，你必须去。可是我也约好了，你这身材穿旗袍肯定好看。妈，这些安排暂时停一停吧。怎么了？小丽最近身体不太舒服，医生建议静养，不宜劳累，也不能有压力。那些课程和聚会太耗神了。不舒服？怎么不早说？哪里不舒服？看医生了吗？难道是有了？正在调养身体，为以后做准备。天大的事儿啊！那些课不上了，都不上了。备院这借口好用吧，顾太太？你瞎说什么？至少能清静几个月，还能光明正大做实验。排气扇装好了，晚上做实验记得开。下次妈再问记得眼全套，偶尔孕吐一下。又不对，到底缺了什么？这外婆的桂花米酒，井水冰镇过，又甜又糯，满是桂花香。黎生的新品研发卡住了。研发方向好像偏了，一直找不到那种能一下子抓住人心的味道亮点。我也说不清自己到底缺什么，或许是一点带着旧时光味道的东西，能勾起人心底回忆的那种香气。刚才小气还梦到外婆亲手酿的桂花米酒了，现在市面上的那些不是甜的发腻，就是一股工业香精味，再也找不着小时候那种纯粹的感觉了。这是什么？路过一处很偏的乡下，偶遇一位留守老人自酿的老酒，老传承的法子，已经封存好几年了。尝尝看，是不是你一直想要的那种旧味道？是一处快要拆迁的老村落，最后一位还会这种手艺的老人顺路带回来的，想着你或许用得上。我好像突然有新品研发的灵感了。尝尝看，厉声下一季的主打顾梦。顾梦，好名字。灵感来自一场顾梦，也来自你那坛顺便带回来的酒。谢谢你，顾晨舟。谢什么？项目能成，对利州资本也是好事。那就为黎州资本下一个成功的项目干杯。走廊壁灯光晕的边缘有细微的像素断层，合成水平不错，可惜细节没做好。老 K， 帮我查这个号码的源头，还有这几张照片的原始合成痕迹和 IP 路径。报酬按紧急按键算，越快越好。这是我们真酿3年打造的血珀，顶级品质，独一无二，就是行业新标杆。赵总，在您接受大家祝贺之前，我有个问题，关于贵司新品的独特横色策略。原来是黎生的苏总，稀客，不知对我们血珀的营销有何指教？指教不敢当，只是对贵司为了打压竞争对手，不惜采用伪造亲密照片，进行人身攻击和商业诽谤的独特策略，颇感敬佩。这是污蔑，伪造的，保安，把他赶出去！是不是伪造？警方和技术鉴定自有公断，这些证据我已经同步提交给相关部门和各大媒体。今天我来，不只是为了揭露这种下作手段，更是要正式通知各位以及赵总，厉声将正式启动双华项目。这同样会是一款顶级清酒，我们会用真正的技艺和诚意，在血珀预定的每一个市场、每一家门店进行正面竞争。赵总，商场较量各凭本事，用这种下三滥的招数，
只会让你输得更快。真酿的事处理得干净，不过下次再有这种事，照片也好，别的麻烦也好，你可以先告诉我。告诉你，然后呢？让你用你的方式去解决。我的方式通常更快。这是商业战，顾晨舟，我能自己解决。告诉你，等着你来处理，反而会显得我需要依赖你。随你。早点休息，你脸色不太好。苏丽，林医生是我。苏丽发高烧，意识不太清楚，全身发烫，能立刻过来一趟吗？地址我发你。什么时候开始的？有什么其他症状？晚上回来就不对劲，刚发现时已经烧糊涂了。之前听他提过有点头晕发冷，主要是过度疲劳，免疫力垮了。他最近是不是连续熬夜，压力巨大？新项目启动，还处理了些麻烦事。我给他打一针退烧，先把温度压下来，体温可能会反复，物理降温药继续。这些药按说明吃，如果明天中午还不退烧，马上送医院。谢谢林医生，这么晚麻烦你。医生让你休息，天大的事也往后放。苏丽，你总是不听话。林医生开的，让你每天喝，趁热。谢谢，放那儿吧。有事儿，我有个报告要赶在。病刚好，不用这么拼。躺了几天，工作堆成山了。双华项目刚启动，不能耽误。不差这一下午，而且你是在躲什么？躲我，或者说躲你生病那几天？那是高烧糊涂了，不代表什么。顾总不必放在心上。就算你当时糊涂了。那现在呢？连正常交流都要回避。苏丽，我们是夫妻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你可以偶尔示弱，偶尔依赖我一下。我们为什么结婚，你我都清楚，是合作，市场交易。依赖久了会成习惯，而习惯最容易毁掉一场对等的合作。我不想那样。说得对，合作基础最重要。这是老宅那边刚派人送过来的，给您的顾董亲笔，给您和苏小姐的。知道了。老头子给的，家族信托季度会，你的位子是外部行业顾问。外部，这词用的精妙，进可当枪使，退可随时弃。里面坐着的都是跟着顾家打江山的豺狼，他们只认带血的利润。你如果只端着顾太太的架子，会被啃得骨头都不剩。我从不靠男人的姓氏上牌桌，告诉他们，准备好筹码。年轻人追逐的热点来得快，去得也快。家族信托求的是长远稳健，投这些风险不可控。确实，看似热闹，但品牌忠诚度低，护城河浅。我们之前看过几个项目，估值水分很大。苏黎，你对消费市场接触多，说说你的看法。陈老王理事的顾虑很对，单纯的网红赛道的确风险高，不适合信托基金大规模长期持有。但我们讨论的不应该是要不要投热门赛道，而是如何穿透表层热点，找到能承载长期价值的底层资产和生态位。拿茶饮来说，关键不是看能红多久，而是是否可以跑通一套高效的供应链和数字运营体系，这才是真正值钱的东西。线下体验模型具体指什么？有例子吗？可以参照黎生和蒲轩的品鉴空间，做成有规模、有主题的大型产业。思路不错，陈舟，会后你和小黎一起把成立专项小组的可行报告做出来，下次会讨论。好的，父亲。会开得不错。我爸虽然没多说，但他让你参与报告，就是最大的认可。我知道。顾晨舟，我好像有点累了。我下午约了双华的供应商，资料还没。这些都推了。什么？接下来1周，你和我休假，没网络，没工作。你疯了吗？双华项目刚立项，黎州资本还有一堆事，下周信托委员会的报告。天塌不下来，怎么？你要我扛你下去？
我们到底要在这里待多久？陈助理万一有急事，如果他连1周常规事务都处理不好，明天就可以换人了。或者，你去后院看看，有几棵野浆果熟了。有点酸，香气倒是特别。准备做什么？不知道，随便试试。太烈了，得找个柔的压一下。山里长的东西味道很干净。酒调好了，尝尝，用你发现的浆果调的。很好喝，叫什么？假日，就叫这个吧。假日。我小时候最怕放假。为什么？因为一放假，爸妈就会吵得更凶。我宁愿待在学校。后来他们分开了，我就更怕放假了，不知道该回哪里。我妈把所有期望和压力都放在我身上。所以你现在报复性给自己放假？也许，但更多是觉得有人需要。顾晨舟，我习惯了什么都自己扛，因为除了自己，没人可指望。依赖别人，然后失望的感觉太难受了。那就学着指望我，我不是别人，我是你丈夫。走吧，再晚该堵车了。不对，上次是雪山之后就再没来过。不会的，就那么一次，雪山。2条孩子。我和顾晨舟的孩子在我身体里，现在完了，全乱了，计划全乱了。苏小姐，刚才的 B 超来看，确认是早孕，大约7周左右。你看，这里有2个孕囊，是双胞胎。以我的体质，这个怀孕风险有多大？如果不要，对我以后的影响呢？苏次，我调过你之前的病历，你确实属于不易受孕的体质，并且是双胎，可以说非常难得。如果放弃，以后可能很难再有自己的孩子了。继续妊娠，因为是双胎，孕中缓期的负担会比较大。我需要时间考虑。当然，不管你最后如何，先照顾好自己。有问题联系我。留下，生活全乱套，不要，可能这辈子都当不了妈了。心里怎么这么堵得慌？还没睡，有事儿？坐，有件事需要和你沟通。我怀孕了，7周，双胞胎。你确定？医生怎么说？确认了。找你说这件事需要明确3点：第一，我还没有决定要不要这个孩子，这是我的身体，我的选择；第二，无论最终决定是什么，由我做主，你没有干涉权；第三，这件事不影响任何商业合作。那3点在我这里，不作数。顾晨舟，你……孩子是我们的，你的决定我尊重，但我有权利请求。我现在郑重的请求你考虑留下他们。我知道这有风险，会打乱你，所有风险我担。你怕被绑就签协议保你独立，求你考虑一下，给我和他们一个机会。我需要时间考虑。好，我等你多久都等，无论最后怎么决定，身体最重要。苏总，对不起，真酿那边开的条件实在，我们也是拖家带口。他们承诺独立实验室和2倍薪资，还解决孩子上学。苏总，我们知道这很不地道，但机会难得。人往高处走，理解。按劳动合同办，该赔的违约金财务会算清楚。不过
走之前，手里的实验数据、工艺参料、供应商清单按保密协议留下。卢姐，已经交接好了，我下午和晚上的事都推了，我要重看所有技术资料和备份。洛姐，你脸色很差，要不要先休息一下？没时间，快去。苏黎，怎么回事？哪里不舒服？肚子好痛，好像有点不对劲。苏黎，苏黎，苏黎小姐是劳累过度，情绪太紧张，出现了先兆流产，现在血止住了，胎儿暂时也稳，一点必须绝对累着，不能激动。接下来这1周是关键，千万不能再出状况。他人呢？送到病房观察了，他现在需要静养。醒了，还疼吗？顾晨舟，我在。我想好了，我要留下他们，这是我的决定。但你之前说的话，我也记着，风险你扛，变量你处理，记住你的承诺。我记得每一句。今天别去公司了。不行，上午有研发会。没事，继续。不想吃这些就算了，这个试试。哪里卡住了？你说，我来记，或者我让陈助理先出意见。第3部分的成本测算，我觉得不对。好，我让他们重做，你先去睡。没事，顾太太，慢慢来，孕期重心改变很正常。别弄了，烦不烦？你看我现在像个什么？走路都走不稳，脑子整天迷迷糊糊，看份文件10分钟就走神，我什么都做不好。离生怎么办？我的事儿怎么办？我是不是以后就这样了，什么都干不了的累赘？顾晨舟，我怕我生完孩子就再也不是苏怡了，我怕我把自己弄丢了。苏黎，你听好，你是苏黎，以前是，现在是，以后一辈子都是，不会因为你是谁的妻子，是谁的妈妈就变了。暂时看不进文件也没关系，你只管做一件事，照顾好你自己。我跟你保证，苏黎永远都是苏黎。怎么办？是说好了，今天只看不动手。陈助理每小时会同步进展过来。这个外包团队提的发酵参数太保守，风味出不来。参数可以调，你现在要调的是你自己的状态。我躺不住，脑子一空就东想西想。想什么？想这2个小家伙出来以后，是不是真的一切都回不到从前了？顾晨舟，我心里没底。苏怡，看着我，心血不会白费，有我在，谁也拿不走。还行。那就多吃几颗，下午太阳好，我陪你去露台坐坐。怎么了？肚子疼？不对，不是平常那种。羊水？不是才32周吗？陈助理，备车，通知医院，快！别慌。顾先生，突发姿势前期合并胎盘早裂，必须立刻剖宫产，马上签字。有什么？签字啊！顾晨舟，签字！苏黎，听见没有？你的实验室我建好了。护士，按他口头意愿备注，我来签主治确认，快！他比你想象的坚强。
顾先生，手术很顺利，是龙凤胎，孩子已经送到监护室观察了，苏小姐也马上就出来了，您别担心。实验室，我要最好的。好，好，什么我都给你最好的。苏总，这是您要的数据。另外，您看看这个。点开。数据我晚点看，让公关部按兵不动，我自己解决。好的。网上的消息你看到了？角度清奇，想象力挺丰富的。要不要我来解决？不用，我可以自己解决。行，有什么需要就跟我说。我都处理好了。看到了，很锋利，是你的风格。你看下这个。多此一举，我还没说要和你合伙呢。事实而已。这场仗你打前锋，后勤归我管。姐，最近出现了一个匿名用户在网上辛辣的点评。匿名？现在搞神秘主义的多了。上个月他说云间某个批次有氧化问题，结果酒庄昨天就召回了。还有那款新品被他批结构松散，现在经销商都在压价。这个比喻，酒体像被雨水泡过的羊皮纸，纹理还在，筋骨已酥。稳风有点熟，熟？李姐你认识？他所有的文章都在这里。藏头露尾，指点江山，是他会干的事。最近看到个挺有意思的专栏作者，叫 S。没注意。他说暮色那款酒，前调故作深沉，中短垮得像没打好地基的墙。这人嘴挺毒，但说得很准。他评价风味层次的时候，很喜欢用建筑和结构做比喻。用建筑做比喻的人很多。如果真是你，顾总，躲在匿名号后面当判官，有点掉价。首先，不是我。其次，匿名写评论怎么就掉价了？匿名意味着不用负责，你的影响力加上匿名保护，能轻易左右一个小酒庄的生死，这不公平。如果评论足够专业，那他说的只是事实。市场本来就不公平，你比我清楚。那你最好不是。像是给芭蕾舞者穿了重浆。是，这段写的特别形象。怎么了，丽姐？这个批次的酒确实做了微调，这事儿极其内部，连很多经销商都不知道。这个 S 要么是业内顶级专家，要么就是能接触到最核心数据和工艺的人。您还是怀疑顾总？试探不出来，他防备心太重。既然试探没用，那就换个方法。顾晨舟，是不是你？我们很快就能知道了。S 应战了。哦，这么快？看来这位 S 先生也挺有脾气。时间3日后，地点回声，一个非常私密的地下品鉴室。听说过，据说主人脾气古怪，但藏酒很精。顾晨舟，一个匿名网络评论车能调动回声这种级别的资源。也许 S 就是回声的主人，或者是主人的至交。好，那你觉得我能赢吗？你很少输，但对手是你，就不一定了，是吗？
早点休息。既然接了战，就好好准备，别丢离身的脸。顾晨舟，我会赢的，不管 S 是谁，我都会赢。第6轮也是最后一轮，只凭入口后的风味、结构、余韵，判定其具体原名、年份，并阐述陈年潜力与缺陷。开始吧。入热格雷香贝丹，2015年至少15年起。缺陷：缺点中段果味略微超前，当年春季雨水稍多的影响。2015年热格威香贝德贝资源地块，内力强韧，陈年潜力20年以上。如果非要说缺陷是太完美了，以至于少了点人的意外之喜。他居然精准到了贝资源，这舌头是仪器吗？不必宣布了。顾晨舟，好玩吗？从结果看，似乎还不错。为什么要这么做？这样评判别人的心血特别有优越感。最初只是想看看你的世界，看到的、听到的都是别人想让我看到、听到的。用 S 的眼睛才能看到点真的。那些小酒庄的挣扎和坚持，市场真实的反馈，还有你推崇的、守护的、为之倾注心血的东西，到底好在哪？回家吗？司机在外面。所以，那些专栏里夸厉声试点酒庄的话，也是只论酒的好坏。酒是好酒，人也足够拼命。看着我像个傻子一样，是不是觉得特别有意思？苏黎，我从未觉得你有任何一点像傻子。可你骗了我。是隐瞒，有些通过顾晨舟不方便给的资源和提醒，我用 S 的方式给了。原来那些我偷偷佩服、觉得是行业清流的文章，那些为小酒庄说的话，敲打不良风气的评论，竟然都是他写的。为了看看我的世界，顾晨舟。顾晨舟，顾晨舟，我们重新开始，以真正的夫妻身份。开弓没有回头箭，你确定？我确定。好。晨舟，你真好看。你也好看。睡吧，睡吧，我亲爱的宝贝的宝贝。算了，你爸唱歌是真不行，但爸爸在这儿呢，鱼鱼不怕，哥哥也不怕啊。憨憨是男子汉，给妹妹做个榜样，咱们好好睡觉，明天就好了。在呢，在呢，爸爸在，哪难受？还有点烫，但比刚才好点了。坚持住，天快亮了，天亮了咱们月月就好了。爸爸的双双手轻轻摇着你。你原来是这样的爸爸。顾晨舟的东西一直这么少，我的东西也空了这么久，还好你们还在。好了，
孩子们病好了，我搬进来了。想清楚了？想清楚了，不折腾了，也不躲了，就这样，挺好的。以后没什么应酬的话，我会尽量在这个时间之前回来。家里有人等，挺好。周资本的意向我收到了，也正式答复，这次我不需要。理由：立申这一轮融资不小，不小和紧的钱要还有顶资渠道，周资本能给的比市面上任何一家风投都更直接。是，太直接，太有效了，有效到离生每一个里程碑可能都会被人加上一个定义。我们现在这样很好，但在外面，在立生这件事上，我不想和顾太太这个身份再绑更紧了，至少不能是资本的绑定。你觉得我会用资本干涉你？还是觉得接受我的投资等于承认你不行？我不觉得你不行，恰恰相反，我知道你太行了。但这是我的战场，顾晨舟，我得自己拿着枪，自己打下地盘，自己插上旗，这样赢回来的东西，我拿着才踏实。那你这次路演打算怎么应对那些肯定会来的关于顾太太身份的问题？离申的估值可不会因为你是顾太太就自动翻倍。那就让他们看看顾太太除了这个头衔还剩下多少真本事。至于估值，等锤子落下来那天你会看到的。今天很耀眼，只是耀眼，顾总就没点别的想法，比如后悔没投资，现在可来不及了，估值已经上去了。我的想法是，那么多人，只有我知道那个闪闪发光让所有人折服的女人，晚上回家会踢掉高跟鞋，窝在这个沙发里累得像只猫，还会是我2个孩子的妈妈。花言巧语，是实话。苏丽，你很棒，比我预想的还要棒得多。顾晨舟，谢谢。谢什么？我只是个观众，没有帮上任何忙。不是谢这个，是谢你。明明有能力轻易插手，却真的守住了线，让我自己打完了这一仗。苏聊，我们补办个婚礼吧。什么？就我们2个人加上陈助理、小林他们几个，不超过10个人，简单点，但该有的仪式要有。孩子都能打酱油了，还办什么婚礼？当初那个不算，那是给外人看的。这几个真正在乎苗我们的人一个交代，还有那几个好好结一次婚，不用演戏，不用应酬，就只是顾晨舟娶苏黎。在哪办？地方我想好了，云端酒店就在那儿。云端酒店？顾晨舟，你真是……行啊，那就再结一次。爸爸妈妈，手手。因为爸爸妈妈要重新举办一个很重要的仪式，到时候恒阳和月月要给爸爸妈妈当小花童，好不好？准备好了？你的剑收好了。顾晨舟，余生请多指教。我的荣幸，苏黎。太太，您的快递没有写谁寄的。妈，小林，镯子，爸先拿去应个急，以后肯定赎回来。苏国栋，你还知道写信？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爸可能已经不在了。小丽，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爸可能已经不在了。别难过，这是我应得的报应。这辈子我最对不起的就是你妈和你。小丽，爸这辈子荒唐临了，只希望你能活得明白。现在说这些，苏国栋，你现在把这些抛给我算什么？让我觉得你可怜，你凭什么？我回来了。今天怎么不开灯？
苏黎，出什么事了？看看，我妈姓慕容，江南御用酿酒世家。我以前从来不知道，我妈从来没提过，我爸也瞒了我这么多年。我拼了命想在这个行业杀出一条血路，结果这条路早就刻在我骨血里。你说是不是很可笑？不是可笑，是注定。注定你要做这一行，注定你能接住这个秘密。信上说海外还有传人，有完整秘方。你想找？我想知道我血脉里的直觉到底源头在哪儿，想知道那个慕容家到底酿出过什么样的酒。那就找，只要是你在意的事，想弄明白的事，就值得去做。找不到也没关系，至少我们试过了。谢谢你。慕容家的线索全断了，欧洲的酒庄是块硬骨头。顾辰舟，要是前路一览无余，那还有什么意思？有迷雾才需要去拨开。说得对。走，该起飞了。走，老婆，你小心点。